马东刚才很感人的把整个题目提升到了人生的层次，说人生哪有浪费可言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你爱跟王八蛋谈恋爱谈恋爱，你爱去旅游去旅游，这个说不上浪费，因为可能要到死前才有一本账本拿出来算，不到死前算这个账的话，算不出来的。什么叫浪费啊？这个我同意。可是为什么我的本能上觉得高学历的女生当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呢？我的浪费两个字建立在不是这一方的立论基础，说我们浪费了社会培养它的资源，或者我们浪费了这个学位所带给这个人的专业知识。我的浪费不是建立在这个浪费上。我讲的浪费什么事情呢？我讲的浪费是读到高学历的那个女生，浪费了她自己的人生最珍贵的时间。我们过度的美好的描述了高学历这件事情，读到一个高学位是很浪费时间的，哈，很费时，这跑不掉的。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怪不得潇潇跟我不高兴，说我怎么不问本科生？因为我觉得以一个国家的受教育的比例来讲，我认为的高教育呢是到研究所阶段，好，所以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来一次，再一次。大学在我看起来是通才教育，所以刚才这边的人所说的大学是盛一个碗也好，是打造一个什么才华或能力，那都不是我想的高学历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高智商，也不是高才华，我们讲的是高学历，你得拿到那张文凭，那才叫做高学历。所以我调查了一下在座的博士跟硕士们，然后我也做了功课，就是我去查了几个不同领域的人的硕士论文，我现在告诉你们听，你们会吓到，因为你们没有念研究所的很多人会过度浪漫的想象高学历在干什么。好，我告诉你们他们在干什么。我先讲一个简单的，你们大概听得懂的这个论文题目，这是中文系研究所，不是博士哦，是硕士。这个硕士的论文叫做《淮南子中理想帝王之形象》，啊，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啊，读过淮南子的举手，我看一下。淮南子中理想帝王之形象，这个我还听得懂，因为我知道淮南子这本书，所以我大概知道。好，接下来呢，我找了一个是经济学的硕士论文，不是博士哦，只是硕士而已。具生产不确定性与期货避险之货币搜寻模型。啊，这个是经济学的硕士论文。请说中文。哎，我现在讲的就是中文。接下来我找了一个物理学的硕士论文题目：超导铁磁薄膜系统的界面电阻与临近效应。好，最后来个精彩的啊，就是解剖医学的硕士论文，自我吞噬作用、自噬作用参与 Brown Norway 大老鼠暴露于间歇性低氧引发呼吸道过度反应之过程。我们太浪漫了，就是艾丽讲的太浪漫了。艾丽说高学历的知识是相通的，一点都不相通。这4个硕士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事情啊！我才念了4个，你知道有多少学科吗？就是我还没讲到商业管理，我还没有讲到国际贸易，我没有讲到古典音乐，我没有讲的可多了呢。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跟那个谁，我跟曲家瑞一样，我们学的是艺术硕士，所以我们做的论文不是文字论文，是我们要教作品的。曲家瑞要教绘画吧，要教艺术品，然后我们的要求是要拍3部电影，我才能够毕业，这是我们的论文。所以我们稍微有接近一点真实人生。可是我每次走进电影博士班的时候，我碰到的这些好手穷经的老先生老太太们，他们真的满头白发在念博士，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小孩长大了，他们没有事干，他们很愿意来学一个他们有兴趣的事情。就刚刚马东讲的，有兴趣他就来学了。所以呢，就坐在我对面，然后讲了一大堆电影符号学，我完全不知道我们2个讲的是同一部电影。我很惊讶，就是他从那个店里面看到什么，怎么我一样都没有看到啊？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其实都很越走越专才，那不是通才教育。所以高学历不是给我们拿来玩呐，拿来让我们变得比较会管理家政系统，比较会带孩子，比较会像默默所说的教育小孩。高学历很窄，所以那么窄的时候，你都花了这么多力气写了这个自噬作用参与 Brown Norway 大鼠暴露于间歇性低氧引发呼吸道过度反应之过程了。结果你回去看你孩子的呼吸道感冒的时候，到底引发什么过程啊？这个是2件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高学历这3个字，念过的人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而没念过的人会把它太美化。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浪费这2个字的。那我当然同意马东所说的，人生到最后不能够算这本账，没有所谓的浪费可言。可是如果我知道有人花这么多年读了这个学位，然后最后能嫁人的时候，就立刻很高兴的拍拍手说老娘去嫁人了，那我心中浮现2个字就是哎，真浪费。这样。上一个网站叫知乎，知乎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他就说如何优雅的抠鼻屎，可以解释自己怎么处理，但是也可以示范，就怎么都行。那得示范，那得有道具，对吧？就本来自己得有是吗？我好可爱。如今做出了第一个示范。默默，你会怎么办？问到我，其实我真遇到过这种事。啊，是吗？就在我第一次拍一个人生中觉得很重要的 MV 的时候，当中呢，我就发现所有人都窃窃私语，然后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后旁边的人就有同事就过来告诉我，妈妈，你擦一下鼻子，擦一下鼻子，擦一下鼻子，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怎么办？其实是有啊。那怎么办？因为我鼻子里边有一个鼻环，有个穿孔，里面有个小的颜色的一个饰品在里面。你为什么要把一个饰品放在这么内部的位置上？有范儿啊 ！OK。就是所以因为你里面是通的，你是可以把它从这边捅到那边去，还可以把它保持呼吸的顺畅，是这意思吗？其实不影响呼吸，但是就还我可以把它搁在中间。对，经常因为上你这件事中间那个洞。所以经常因为这件事情，大家误会我是有鼻屎。那怎么办呢？特别有范儿的说这不是鼻屎，这是鼻筋有 no fashion。fashion。对。那现在呢？现在也有啊。对，现在怎么办？别给特写，别给。现在是低头啊。你知道很多明星为什么照片会拍这种照片吗？就是告诉人家我鼻子里没东西。金姐会怎么办？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有个小故事跟你们分享，特别有意思。曾经有个大学的学生，这个男孩子比较邋遢，完他有一天到教授家去拜访，教授夫妻是一对特别有干净，几乎有到洁癖的一对教授。这个学生呢跟教授聊天，谈他自己的论文，谈一谈他就想抠鼻屎，他的手这么抠进去了，他抠鼻屎的那个瞬间，教授和他太太顿时都不说话了，就盯他那个手指头。完，他就抠出来了以后，这时候他意识到了，教授和他太太都盯着个鼻屎，这样看，教授鼻子盯着看，最后他很尴尬的。对了，你的话这真是肥水不流外人。范儿太真。康永哥会怎么办？我常常挖鼻子，就如果有人愿意截图我在康熙挖鼻子，可以做成一集呢。我超不节制这件事情的，就是我还换手指，就是这样弄，然后这样弄，这样弄，就是。然后有的时候都已经察觉到镜头在拍了，就比方说别人在唱一首非常抒情的歌，然后我就这边弄。然后我自己都已经知道说正在感人的时刻你还挖，可是我就停不下来，我就是，对，后来我就绝望了，就算了啊。你知道最优雅的挖鼻子就在康永哥身上，他挖鼻子那种感觉跟人吃螃蟹是一样的，还要用各种工具，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啊，怎么才能把沟沟里面的挑出来啊？你是怎么挖鼻屎？哎呦，怎么这么讲？我有2种方法。哎呦，哦，真的？对，要看我对面是我喜欢的人还是不喜欢的人。哦。如果是喜欢的人的话，我会伸出我的小指，我的指甲也很长。我要遮住我的鼻子，就这样捅。一般你知道吗？坐在你对面那个人会说：“哇，他这鼻子是有多深？”如果对面是我讨厌的人的话，我庆祝右鼻孔。喷他一脸。哎呦。对啊。哎呀，好像有点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建议，就是我今天观察了一下，我觉得 豆这个大小颗粒啊，刚好可以用来堵上，你来试试。
你是因为刚才那个环节没讲是吧？我忘了给人家做广告了，所以只有把 豆拿出来。塞鼻孔，人家会喜欢吗？哎，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不容在只容在口，不容在手，没有人试过鼻子里会怎么样。反正这些是真的没有塞过的，所以放两个来给人家。哦，好了，会开心了，开心了，不行。我吃了2粒，每一粒其实吃下去的时候，我又赚到了那么多钱的时候，我心里那个爽啊！完了。你呢？你怎么挖鼻屎的？如果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对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真的是挖出来以后，我能想到最优雅的方式，其实就是。就抹在一个优雅的人身上就行。哎呀，好吧，我们分享了我们自己。我们这一集4个人都我们一会儿看谁扛不住哈。来看一看这期辩题。对女性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浪费？绝望的，说实话。当我看到对手名单的时候，绝望的，你知道吗？薇薇姐跟甜甜姐坐到一边的时候，太可怕了。不可否认，当我跟甜甜合体的时候，会对对方形成非常大的压力，难免他们会慌乱。我们要尽可能抚慰他们的心灵。我来这里只是单纯想要感受一下在鸡汤熬夜的滋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魅力也是大，并不是一个善于灌鸡汤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说话，总有股鸡汤味儿。我要在鸡汤界跟陈明一决高下。啊，你是啥鸡汤？他灌装的我知道，一听的加个人，10年也不会花。我是带着剧毒的黑鸡汤。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浪费？来，全场观众，红蓝键，正方浪费，反方不浪费，请投票。5、4、3、2、1。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坐在现场的，除了我们6位奇葩之外，还有这个来自宝岛台湾的曲家瑞小姐、寇乃馨小姐，谢谢2位，谢谢。作为妻管嘉宾，会给我们所有的 BB King 以巨大的威胁啊。然后你们2位是自由意志选择的这个立场吗？对啊。嘉瑞和乃馨好像学历都很高哈。还不错。然后薛老师比较高，没有差不多一样。所以嘉瑞选择的是这是一种浪费，是吗？对啊。然后你觉得不是浪费？不浪费。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学历，因为有几位是哲学系的教授，对不对？所以1位嘛。就是对，所以就是每次都说不清楚的那位。玄毅要当到这个位置是得要有研究所学历吗？陈明也是博士啊，我也是博士啊，所以这个现场其实2位是哲学博士吗？陈明是新闻学博士，哲学博士。对。然后有硕士吗？一堆啊。颜如晶是硕士。读着硕士，还没毕业。你在念硕士？我是法律系硕士1年级。那曲家瑞是？我是艺术硕士，但是我有升等到那个教授。对。陈明，你太太是什么学历？也是博士在读。博士。马上毕业。那她现在是全职太太吗？她是全职太太。不是，她是我领导。
哎我差点当了系主任，我差点当了全职公公，不，全职老公。一会儿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以请你太太上来吗？陈明太太，你准备一下哈。那康永哥，我们基本上做完了学历调查了，那我们就可以表态了吧？立场，好不好？康永哥站在什么立场？金老师选哪边？我觉得不浪费。你觉得不算浪费？不算浪费。那我觉得算浪费啊。女神，你呢？那我觉得浪费吧。你觉得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啊？我把这个题目都说完了，你变不变主意？才过1秒哎，就是想变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这样，我让你听完了全场，然后你最后再选，是，好吧？谢谢这样你就人生就没有那么纠结了。那你肯定不浪费了。你是什么？我不浪费呀。我都模拟一时脸鼻涕了，我肯定跟你一起。放心吧，咱们是不浪费，不浪费，我们就是不浪费，我们就是浪费。来吧。好，我们看一看，浪费一方是占优势，反方谁先开始？我，加油！来，反方，行。哎呀，很久没有我第一个开始的了，有点尴尬。那高知女性，一般来说，我相信站在对方立场的话，一定会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学以致用。比如说你学了这么一个高的文凭，学到了博士，你应该在你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顶尖的人物，这样才不算是浪费。好，那么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就跟大家来讨论讨论关于浪费这件事情啊。我范甜甜是学行政管理的，我现在来做了演员，是不是浪费呢？浪费，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说是浪费，是吧？康永哥 UCLA 学了这导演系毕业的，是吧？我知道你也想当导演的啊，现在当了主持人，是不是浪费呢？不浪费，但是你们认为是一种浪费。如果按照对方观点说，一个高知的女性读了这么高的学历，没有学以致用是浪费，那我们所有的人就被物化了。一个女人会被物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陈明，你应该明白是吧？什么话？被物化，就变成一个物体的物。物体的物，我以为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不是，你作为一个博士生，竟然不明白物化这2个字，你是故意的。你看，这就是行政学跟新闻学博士的巨大差别。现在提醒我是吗？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叫大材小用，你们一定会给我们提出来，是不是？高知女性，你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吗？做这样的一个全职太太？可是我个人认为，做全职太太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难的一个职业。就好比说像我范甜甜啊，我觉得都是不太能够胜任，所以自己也嫁不出去，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胜任这样的职位。我今天要开始撒鸡汤了，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因子。好不习惯呐！来，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社会稳定因素的一个最基本的因子，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因子才能够架构起整个社会和谐的大因子。如果家庭不是很和谐的话，整个社会怎么会和谐呢？所以我认为，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家庭当中，每个人职责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整个家庭的总经理来说，这份职业是如此的高尚，可是你们竟然有一点点瞧不起这个职业，认为我们做全职太太是种浪费，你们认为应该吗，同志们？他实在不是一个那种一辩的选手，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要出来，我掐死你。对方是谁？田姐刚刚混淆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浪不浪费和可不可以做是2个不同的概念。你依然可以做这个选择，你有权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你不能说它不是浪费。就好比你买了一个肉包子，你咬了一口，你觉得太难吃了，然后你要扔掉它，你有没有这个自由？你有。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你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情？有，因为它真的很难吃。可是你有没有浪费这个包子？老实说，有，就这么简单。所谓高学历是什么？是你学到的东西，你学历越高，学到的东西其实就越脱离日常所需。哪怕你学的是中文，好像大家都会说一样，但老实说，你读到博士的时候，你研究的就是什么甲骨文啦、古文字啦，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已经不是正常人说的话了。所以，当你学到了高学历之后，却没有在生活中应用它，老实说，你是浪费了你曾经学到的知识。拿我为例，我当初学的是葡萄牙语，可是我现在做的是银行。就是这2年来，我和葡萄牙语唯一的交集，就是那天我路过超市买了2串葡萄。我当年学的时候多辛苦，我们要练发音，
我们要练绕口令。我们说的不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是吐葡萄倒吐葡萄皮，就是葡萄绕口令。我们说的是葡萄牙绕口令，我 have to hold 我 have to hey 之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太久没有练了，太苦了。对，所以知道吗？为什么我口吐白沫？是因为我们专业每个人练这个东西都练得口吐白沫。我是落下了病根。发现了吗？我浪费的是什么？我浪费的不是我的未来，我没有说银行不好，我浪费的是我过去所学到的知识。以及我在这上面花出的时间和精力，高学历女生浪费的是什么？是她曾经在这些学识上面下的苦功，就这么简单。好，谢谢。小芳，谁？哇！忘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高学历的女生啊，连嫁出去都很不容易了，今天还说她浪费，非常不是人。都嫁出去了，爱怎么做怎么做嘛。那什么情境下大家会说一个高学历的女生是在浪费啊？是这样，7大姑8大姨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亲戚家的那个他家的女儿，她考得非常好，上学啊，高学历的女生。这个时候她去做全职太太了，那其他阿姨怎么讲？哎呦，你看这考上那么好的学校，还给人家当太太呢，还在家擦地呢。这时候她找到了一点点平衡。这句话是这么来的。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逐步的是培养我们世界观的过程，和把我们整个结构这个世界的方法在拔高的一个过程。真的无所谓你学到了什么知识，也无所谓这些知识在以后派没派上用场，派上了哪些用场，因为本质上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女性不应该因为她选择了任何事情而被贴上浪费的标签。她选择了高学历，她想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了她自己的快乐，没必要被对面的各位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浪费。米歇尔·奥巴马他也是高学历啊，学的是法律，现在在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在白宫的小花园里种有机蔬菜，对不对？身边很多啊，就高学历的妈妈们，她们在家里每天下午有姐妹的下午茶。他们讨论啊，这附近这个城市里有哪个教育机构我可以去投资？学经济的家庭妇女，她可以在家里帮助她的老公打理财务，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不是你在外面赚钱就能够定义人家的一生。谢谢。非常好，东方，你看。其实我尝试理解一下他想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就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因此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按照这个定义走下去，人生没有浪费。我把肉包子丢给狗，这是我的选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今天我把钱给烧掉，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到最后，人生有什么东西是浪费的？每一个东西，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所以你们的世界里面没有浪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宁芳告诉我方说这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要苛责我，那是因为宁芳有一个误区，你以为你读了高学历回去养孩子，做一个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公公，是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精力，还有你自己的金钱吗？不是，你还浪费了一种东西，叫做别人的机会。什么意思？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高等教育都是相当稀缺以及有限的资源，甚至学历往越上面攀到硕士，攀到博士，那个资源就越稀缺。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成为所谓的高学历女生或者高学历男生，自然也会有一些人被淘汰，成为所谓的落榜考生。这样的人少吗？不少。每年有多少个人高考落榜？这样的人少吗？不少。有多少个人？仅有多少个人读上硕士跟博士？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思考一件事情：当初我把机会被你抢走的时候，坦白说，我只能够认，因为你比我优秀。国家把钱投在教育资源里面，是希望更优秀的人为国家贡献。结果你读了高学历，你只想贡献你自己的家里。亲爱的，你只想贡献你的家里，可是我想贡献国家，我想贡献社会，为什么你不一开始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嘞？你把它用了，结果你跑过去奶孩子，请问一下，你难道就不能够说你一生浪费吗，姐姐？所以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笑什么？
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你还是叫阿姨比较那什么一些。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你去上厕所，你比我先冲进厕所，我认了，我不抱怨你，因为你之所以比我先冲进去，代表说你比我更需要拉嘛。可是请问一下，当你站在茅坑，结果你奶孩子的时候，你认为站在茅坑外面的我该怎么想？你慢着，你这个情境太错了。什么站在茅坑奶孩子？你在别的地方奶不好吗？他的论点其实很有道理啦，只是不用去茅坑了啊。所以你占了一个位置，你没有做该做的事情，那么你牺牲了别人贡献的机会，同时你也牺牲了别人必要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我们是站在茅坑外面呼唤你让，就这样。哎，最后这句话漂亮。来，反方马薇薇，哎呀，来吧。按照永开的理论，我们都在茅坑外面拿着上学的号码牌。你们翻来覆去讲的是杀鸡焉用牛刀啊，大材小用啊。你们物化了2样东西，就是把2样东西看成了工具。第一个叫做知识，很多人说啊，知识竟然不是工具，我接受不了啊，我的内心是抗拒的。知识真的不是工具，它不是用来我们挖金矿的锄头。一个人之所以要接受教育，它的本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它未必要来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明白吗？当你物化了知识之后，你会倒退到学成文武育或与帝王家的封建时代，什么专业赚钱，你就会去学什么专业，什么专业能够把你学到的大学4年的学费最快赚回来，你就去学怎么专业，最后就会完全扭曲掉我们读书本质的目的和我们为人的兴趣，这就是物化知识的坏处。第一点。第二点，你们物化了什么？物化了女性。什么意思？就是女人，你既然选择了全职太太这份工作，而这份工作又不需要你有高学历的时候，拜托，你作为一只安分守己的鸡，就不要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老实给老子在家下蛋。明白了吗？你认为的是什么？是任何做全职太太的人都不配求知啊，所以你物化了全职太太这份职业。2点反驳。我真正要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上去讨论的是一个很小的话题，但实际上讲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行业贵贱。坦白讲，就算我们怎么样呼唤行业平等，在我们的潜意识认知里面，行业就是分贵贱的。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做到行业无贵贱？这个方式就叫做贵人操贱业，从而使贱业不贱，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什么意思？在遥远的中世纪，我说的不是贱业了，我说的简直就是邪恶的事业。什么是邪恶的事业？我跟你讲啊，炼金是邪恶的事业。为什么说炼金是邪恶？只有巫师才干。你如果不懂巫师的话，看一下《蓝精灵》里面的格格巫，懂了吧？好，那个时候一个真正意义的贵人叫罗吉尔培根，他是那个时代的贵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修道士。哎呀，组织培养他呀，教会栽培他呀，稀缺的社会资源都给了他呀。而这个不务正业的修道士，他可干了啥呀？他去玩炼金术了呀。这不仅是操贱业，还是操邪业，邪恶的邪。结果他玩炼金术玩成了什么？现代化学的开山怪，明白了吗？没有贵人操剑业，炼金术这个剑业根本不会形成现在的贵业，也就是化学。后来就有一个更怪的培根，这个你们比较熟了，这个叫弗朗西斯培根。他是什么呢？他是个真正意义的贵族啊。
首席长喜大臣相当于现在的首相啊，那真是狂拽炫酷，哪儿都炸天。比我们周邦威可有范儿多了。好，这个贵族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蹲在雪地里观察一只鸡的死亡过程。为什么？因为他自幼热爱科学，他认为实验这件事儿，他要看到一只鸡整个腐烂的过程，才能研究细菌，才能研究生物。而就是由于这样一个贵族操了一个当时奴隶都不爱干的贱业，带动了整个近代史上的科学发展。在他之后，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开始有贵族开始干工匠的活，于是欧洲最先出现了科学。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命题，在现代的家庭分工中，有没有可能有一种职业，请注意不是身份，就叫做太太，而高知女性投身到这个职业里面去，有没有可能带动家政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夫妻关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伦理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男女情感学的发展？贵人操建业，高知做太太，从来不浪费。奇怪的一个角度从山这边杀过来的，很奇怪。两个培根看死一只鸡的故事，很有意思，听的真是百感交集。两个物化，两个培根，最后是一个太太大师的未来行业的前景之路，对吧？从最后一个开始啊，太太大师这个职业，家政学的发展，夫妻关系学的发展，家庭理财学的发展，中国自古有之。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皇后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就是全职太太。中国有了几千年，怎么现在没了呢？怎么就没了呢？因为女人读书了呀，同志们。中国古时候女人不读书，当全职太太讨好男人，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未来。现在女人有了高学历，还回去当全职太太。我刚才听了，我也讲了那么多，他从化学说到修道士，从两个培根讲起，他通篇第一没有说今天的高学历，第二没有提浪费。薇薇姐讲得好，全离题了。薇薇姐说的那个观点叫推荐，懂的都叫离题。你看，推荐今天的女性是全职太太，因为这里没准开辟一个新行业。我们今天从来不是谈要不要让一个女生去当全职太太，因为这件事我们谁说了都不算。有的女性她希望创造事业，有的女性幸福就在家庭，你自己选。我们绝不加任何道德枷锁。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个事实判断，我们实在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浪没浪费？浪不浪费的标准非常简单，第一，有了用不用？你有一个东西，你不用，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浪费，就这么简单。而站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投入了有没有回报？如果我投入了很多，没回报，这个就叫浪费。作为一个在高校工作的老师，我查了一小组数据，这能够刷新大家对高学历，所有的高学历者，也许不仅仅是高学历女性的一点认识，就是我们那个博士学位，很多时候看起来像是自己学来的，硕士学位像自己学来的，我们总是忘了背后有谁投入了多少。今天在中国，博士生说实话，只要你是认认真真、正正式式考进去，不是破格录取，一般是不用交学费的，因为博士有助学金，1个月2000块。好，有的学校1800，有的学校1500，每年的助学金加起来是超过你的学费的，所以你交的学费就返回来了。博士是基本上不要钱的。博士读下来是不要钱的，你不是以为真不要钱？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集中，大师就那么几个，那些专业背后有多少的投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有一个实验室买了一个振动台，叫多功能振动台。多功能振动台的价格人民币1.5亿元人民币，国家投的。而在上面天天使用的那些博士们，没花钱，因为学费都还回去了，还奖学金。一个风洞设备改造了一下，1800万人民币。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每年的研究经费13亿美元。中科院高等物理研究所已经有一个计划，建一个高能的粒子对撞机，直径52公里，30亿美元的投入。这么多全世界最顶级的设备是谁在用？就这些导师们的硕士和博士在用，他们每天在上面研究着那些水利水电的，那些高能物理的，那些量子力学的。好，研究完了，
国家投了那么多钱，我们初衷还是希望你报效一下国家嘛。但是这是个自由的时代，你毕业完了，你非要回去想带孩子，那你就去嘛，导师也不能强留你。我只请你认一句，这真的是有一点浪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国家砸了那么多钱在上面，你去就去，你去的时候还说我去了啊，我没浪费。导师，我告诉你，我没浪费。这还是理科、工科，你考虑过人文社科没有？那些国学大师，北大、人大只有几个，每年就能那2到3个博士生名额，把那些博士全带出来了，带出来辛辛苦苦带出来，博士毕业了，等着你著书立作，你就算了，回去奶孩子了。然后跟大师说，大师，我走了，我当全职太太了，我没浪费啊，你抽他呢？你考虑过大师的感受吗？大师一口老血吐在那儿了，我还有几年呢，我就带出了这么几个博士。你带孩子就带孩子，我也不拦你，非要说没浪费，有点说不过去，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只是个事实判断，我们不是个价值判断。我们不是说今天高学历你要当全职太太，你去，因为那是你的人生选择，你要选择在学术的巅峰去开创，你选择，别说没浪费。谢谢。陈老师，假设我读了您的博士，你觉得我毕业之后干多少钱的工作能赔得起国家对我几个亿的栽培呀？说得好。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说实话，国家投入这笔的时候是希望你既然已经读到了这儿，就能在这条路上继续深造下去。当然，你要不深造，那你去也没关系。那意思就是我用了那个特别贵的设备，假设我以后万一不干这行，那我就是一定是浪费，对吧？这个毫无疑问了。那你们提出的价值倡导叫做不准转行，是吧？没有，我们没有价值倡导。你看，你又说我们有价值倡导。我刚才最后说了那么多。OK， 我第一个问题问完了。我举个例子啊，我有点。不，人家问第二个嘛。马薇薇同学，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默默，你觉得在刚才他们发生的那一段，是不是就是学生跟老师之间会有？让我吃2个豆儿，静一静。好，第二个问题也特别简单哈。你说就是因为现在进步了，女性有工作了，所以就不爱在家待着了，是吧？不，我是说女性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啊，我知道。那么你要知道，就是北欧哈，美国哈，他们在理论上是比咱们正常的聊天吗？你能不能喝一杯雅哈咖啡？我有点不适应。之前有人说我奇袭太凶。哦，没事儿，在我这儿。卖萌其实是我10年前的惯用计了。对女人，我更怕温柔。你今天不挨抽，你心里是难受是吗？在美国，在欧洲，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受教育程度，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远高于中国，可是它的全职太太的比例也远高于中国。所以做全职太太能不能证明文明的退步？那是因为在北欧，所有的男性的学历是更加远远的高于中国，所以男性赚的钱足以支撑他们自由的选择自己所爱。所以2个点，对方第一要论证，只要转行就是对不起国家；然后第2点，他需要论证，只要女生干了全职太太，社会就退步了。这2点一会儿你们论证一下。我只说一句话，回答一下。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从来不在女性择业上做引导，我方只陈述一个事实：当你做太太的时候，有些钱，它真的浪费了，就这么简单。谢谢。我想要先搞懂最简单的事情。当我们今天说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浪费嘛，对吗？那你们到底认为什么样的女生可以做全职太太啊？是低学历的吗？是没有念书的吗？不学习的吗？是没有能力的才做全职太太吗？请问，你们不应该跟全职太太道歉吗？如果所有的全职太太都是你们认定没有接受国家栽培的，是不好吃的包子，是不高学历的女人，是没有能力在外面没搞头的，我们才只好待在家里，退而求其次或退而求其100的做全职太太，未免也太看不起全职太太了。我要说，国家栽培人才是为了让我们做有用的人，让我们做有竞争力的位置，让我们这个国家可以更强大，在全世界有立足之地，对吗？
所以各位是不是可以认同，能力越强的人应该坐在越难的位置上？所以大家才会说，哎呀，高学历啊，是不是代表你能力这么多，你接受这么多栽培，拥有这么多的资源，你怎么会去做全职太太呢？哎，各位，我正想说，因为你受了这么多的训练，你有这么高的能力，你该做更难的事。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全职太太很可能是一个比很多我们认为值得敬佩的企业，或者是工作职场的女性更难的位置呢？如果每个家庭不顾好，我们国家能进步吗？如果每一个你们认为没有学历或没有能力，最好越笨越好，越不浪费越好的人待在家里，他能培育出好的下一代，让我们未来更有竞争力吗？让我告诉大家，我的母亲、你的母亲很可能都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要干哪些事儿？不但要养小孩、顾老公，而且呢还要煮饭、洗衣，对吗？更难的是，做一个好的全职太太，不是只要做这些活儿。一个全能的全职太太，最重要的是维持家庭的和乐、全家人的和谐，跟一个男人心理的正常跟健康。你们知道一个男人在事业意气风发的时候可以有多骄傲吗？他很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以至于接下来他没有办法预期下一次的跌倒。你们知道一个男人在事业谷底的时候会有多沮丧吗？他很可能会一蹶不振，甚至想不开。也许他就会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好的全职太太，在男人在山顶的时候要告诉他，你要小心，不要太得意；在他在谷底的时候要告诉他，我陪着你东山再起。一个好的全职太太，不但要成为男人的心灵支柱，还要成为全家人的粘合剂，对吗？孩子吵架，她要负责排解；孩子跟父亲的关系不好，她要做中间的桥梁。我试问大家，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一个人，他可以从打扫阿姨一直干到文员，还要操持呢家里面的账，还得要是会计，然后甚至他也是秘书最好的帮助者。接下来他还得要做大小事情在家中的决策，所以他应该也是个总经理的职务。你有听说过打扫阿姨到总经理一手全包的人吗？我要告诉各位，这个职业就叫做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太难了，没有能力的人干不了全职太太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很多人说，那么寇乃馨，你说的漂亮嘞，你学历也不错，你咋不做全职太太呢？你就叫别人做，你为什么不做呢？我很诚实的说，我不是觉得做全职太太是一个浪费，我觉得做全职太太是我的目标，我还没办法办到，我还得更努力。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黄国伦站在台上，领某一个辉煌的奖的时候，大家给他鼓掌的时候，我可以云淡风轻地笑着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husband, Vince Huang。这是我的丈夫黄国伦，那是我的人生愿景。但我认为，站在背后的推手更需要技术。要成就一个成功的男人或一个家庭，更需要能力跟智慧。一个好的女人愿意做全职太太，一个有智慧的高学历女人愿意做全职太太，她可以让每个家庭更加的美好。我们都不用谈什么伦理学、情感学，只要每个家庭都幸福，社会就不会有案件，国家就不会崩盘。所以全职太太必须有能力的人才能干。好，谢谢。最后，许佳瑞小姐。我先根据刚刚乃馨姐讲，她说当她的这个老公事业走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会安慰他，对。可是我讲的是说，一个老师的职业病，你知道吗？他一定会站起来走到与其我在家里两个人哭，两个人得忧郁症安慰他 ，Come on。徐老师高学历，我出去工作就好了嘛，我来赚啊！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安慰他？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现实，处理问题，我就出去了，我不需要在家里。这个时候，因为我高学历，我可以帮助我先生 ，Why not？ 然后我觉得女人要做自己。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一切，而且不管任何学历，我先讲无学历好了。我们家附近有个市集，一个菜市场，每天门口有个阿婆在卖菜，她没有念过书，她结了婚，也有家庭，也有小孩，也有孙子，但她每天就是要出来工作，因为她说那是她热爱的。然后讲一个低学历好了，我住的那个大楼管理员是个女的，她也是60几岁了，也有孙子孙女，她只有小学毕业，也不是什么字。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出来？她说我就要出来，我要找到我自我的价值啊，她都懂。那我说中学历好了，一个高职生。我的化妆师小曹，你说怎么样？他学化妆，他也可以待在家里，可是他说不要，我要出来。他说我要做个造型师、化妆师，我要帮你化妆，那是他自己的价值所在。那讲高学历好了，你想 Amazon、FB 他们的 CEO 这些女人，
一天可以赚20万、40万、50万人民币，他为什么待在家里？你觉得他们把家治好吗？他的钱足以请6个保姆、8个司机、5个佣人帮他治理这个家，帮他照顾先生，帮他照顾小孩，帮他照顾一切。他是有这么大的社会责任，他为什么要待在家里？那真的就是浪费，而且他辜负了整个社会公司对他的期待。OK， 那最后我要说的是，全职太太的定义是什么？她是一个大管家。其实刚刚乃馨已经讲了，我觉得她要侍奉公婆，她要打扫、补习。照顾孩子，还要教导孩子才艺，每天要接送。如果生了2、3个小孩，我还要做这全部的事情。我要帮小孩辅导作业，帮他洗衣服、烫衣服等等。可是，如果今天是高学历，你觉得我做得来吗？当然做不来，因为我当时不是学这个的，我要从头学起。我可以学吗？当然可以。可是我最后会搞得焦头烂额，我每天心情很糟，看到公公婆婆，我可能会愤怒、会发怒，得罪了公公婆婆，然后弄成一个黄脸婆，等先生回来。他在公司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呢，回来再看到我，他只想跟我吵架，只想躲着我。可是我就觉得说，老公你陪陪我，陪陪我吧。他根本不想理我，对于我是不是一个浪费？当然是。所以，女人不要小看自己浪费人生 ，OK？ 谢谢。谢谢。高妮，我要讲就是其实高学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有点误解。我们觉得高学历是一碗水嘛，就是我水滴石穿，我念了很多年书，最后攒了这一碗水。这碗水我没有泼向那块菜地，我就浪费了嘛。其实我觉得高学历是帮你打了一个碗呐。高学历其实培养的是一种你学习的能力，一种终身要学习的一种精神。这个碗至于你要来装什么，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谈，不吐不快，就是这边我们有2位台湾的朋友嘛，想跟你谈谈我们大陆女性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我有一个20岁的小女生朋友问我说：“邦妮，你觉得我们中国女性的地位高不高？”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她，因为我们49年之后，我们的这个平权运动把女性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解放女性出去工作，我们妇女要顶半边天嘛，就是强行拉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感觉我们地位是高的。但我要想问第2个问题是，我们中国女人累不累呢？其实是非常累的，因为女人出去工作了，但男人并没有回归家庭。我们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内核还是很保守传统的嘛，我们认为一个女人获得了所谓的幸福就是你的成功。一个男人获得了成功就是幸福嘛，所以说女人，我们的事业女性，如果你还有个家庭的话，其实你就打了2份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正视全职太太这份工作这么重要？就是告诉所有丈夫，你的太太其实打了2份工，她还额外做了1份工作，你要尊重，你要感谢。我们只有正视这部分价值的意义，才能呼唤更多的男人愿意回归家庭，去做那个全职丈夫嘛。然后最后我想说2句话，就是如果说有人用家庭牺牲、奉献、付出这东西来绑架你，说你一定要去当个全职太太，你不要上当，他在放屁。同样，有人如果跟你说实现自我、独立、自由，用这种价值观来绑架你，让你不能让你去当一个全职太太，他也在放屁。你不要上当，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大过你的生活，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能绑架你的自由。你是一个女人，你爱怎么来就怎么来，你怎么舒服怎么活。谢谢。来，潇潇。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听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觉得高知女性当全职太太浪费的不是她的学历，是她的才华。她能读到一个很高的学历，至少说明她不太蠢，她有一些才能，对吧？那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奇葩说第1季到第2季台上坐的所有的女生，没有正在就是婚姻关系当中没有当全职太太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全职太太会消磨你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你没有办法再投身到你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当中去。所以说，真的，我倒希望所有的那些高学历女生全部都各司其职。马薇，你法律系高学历，你就去当你的律师；甜甜，行政管理，你就去做你的行政管理。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学双语播音的，我觉得我的学历本来在娱乐圈真的是如鱼得水，结果我一来到奇葩说，我成学历最低的了。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康永哥刚才多伤人，先问有没有博士，再问有没有硕士，我以为下个要问有没有本科，我手都准备好了，他不问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所有的高学历女生，像薇薇、像甜甜，包括像邦妮，她们这些有才华的女生，她们都去当全职太太，我们看不到奇葩说了，我们看不到她们的能言善辩了。所以我觉得高知女生真浪费，别来跟我抢饭吃，烦死了。不仅不当，她们最可恨的是，不仅不当全职太太，她们还搞跨界，气死我！压力啊，不行了已经。
我快憋死了，让我一声。我第一呢，我主要反对就是因为你之前怎么样了，所以做什么就是浪费。这观点我特别讨厌，是因为我是新疆人。很多人说，哎，你新疆你怎么不会跳舞？你怎么不去当舞蹈演员？你说你浪费了你多好的基因啊！你们天生就应该这么去做。我说我真跳不好，我一唱歌全部都要死，你知道吗？所以特别抱歉，吴莫愁，那个你的歌我给你 rap 一下。我一唱歌，大家也全部都要死，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因为怎么样就会浪费，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我有一个朋友。2个博士学位从美国学回来，现在在北京某个 club 当 DJ 啊，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也太浪费了还浪费了美国人民的钱啊。但是无所谓啊，他自己是主动选择的，这件事儿就不能算浪费。而且我们作为外者就更不能说他浪费。最后我再说一下关于高学历的事儿，大家知道高学历博士英文中叫做 PhD。Doctor of Philosophy， 任何专业的博士都是这个，新闻学博士也罢，哲学博士也罢，法学博士也罢，所有博士全部都是哲学博士。什么意思呢？高学历的人，他的学问是相通的。大家不要那么瞧不起高学历的人，大家不要总是觉得高学历就家务活干不好。我们选择这个想干好，无论是全职老公还是全职太太，我们只要愿意，永远不是浪费。非常感谢，谢谢。最后一个机会，陈明说吧。我是把这个题目再踏踏实实的给他说清楚。艾丽，你是一新疆人，然后今天你不会跳舞，这一点都不浪费。可是你之前花了10年的时间用来学跳舞，跳的还挺不错。但是今后这辈子再也不跳的话，如果是这样，有点浪费。但像金老师这样，那就不一样了。金星老师，听我说完。金老师用了他所有的精力，成为了之前是中国现代舞之父，现在是中国现代舞之母。我跟你讲，在任何情况下，回不来了。不，言不说完了，言不回来了。金老师就是中国现代舞的父母。今天。对吧？听我说完。今天如果金老师今天就站在这里告诉我们各位，我这辈子以后就不会再跳舞了，我发自内心深处的觉得，真的金老师好浪费，因为这个世界再也看不到您那唯一的舞姿了。这马屁，就这个意思。我用我的舞蹈看到了世界以后，我觉得发现做脱口秀上奇葩说比舞蹈更有影响力。最后我要告诉您的是，你们告诉我所有的女人回到家里特别好，我告诉你，人很多时候因为有浪费的资本而高贵。为什么我们说高学历的女生带着高学历回家，我要对她更好一点？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她竟然把她这么多年的所有的才华都浪费了，为了我才因此而感动，明白这个意思吗？她如果今天回来告诉我，我虽然学了那么多，但是一点都不浪费，我就是想回家做，那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不道德。我们要看到他浪费了那么多，而且要看到那个浪费的原因是因为我，因为这份爱，我才因此而最大的质疑我的感动和敬意。谢谢。圆回来了。OK， 我觉得要把现场留给我们观众了，你们去做选择。陈明太太，她最后这个精彩的发言。阻碍了你上台的道路啊！那么我们要请我们几位导师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吴莫愁，你定了主意了吗？我定了。我选择不浪费。对。原因呢？我觉得全职太太，然后是高学历的女性来去做的话，我觉得她们首先她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教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应该也会比没有知识、没有学历的母亲来的方便得多。就像我身旁，就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经纪人他很棒，然后他在管理我的事业的同时呢，他还天天盯着他自己的一个侄女吧，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小朋友学的什么东西，他都马上就能跟进，对。然后我甚至有时候我担心，如果我未来做一个妈妈，可能我小孩他的题，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怎么办？你只要保证不吓着他就行。这不能保证啊，得要看我心情。对，反正所以我觉得是不浪费的，对，是有用武之地的。好，谢谢默默，谢谢。金老师，
我还是跟我一样，我还坚持不浪费。我还讲个例子，这个女人，我认识一个女人，她从小的梦想是当个学校老师。然后呢，她呢一路在国内学得很好，国内的名牌大学毕业，然后有机会到国外也考了很好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她的教育背景，她同时掌握了4门外语：中文、英文、韩文、日文。一毕业就得到Shiseido 日本最好的公司。在纽约做了高管，这个时候她碰到她先生了，她先生的教育根本没法跟她比，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商人，但这女嫁给他了以后，她就相夫教子了，放弃了高管的工作，她的工作可能是她老公的3、4倍，放弃了。这个时候，这个女孩的妈妈抱怨之极，乃至几乎母女关系破裂了。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拿了这么好的学位，你嫁了一个人，你就不工作了，当太太了。这个女生是的，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为了这个男人，生了2个儿子，然后在家开始用他所有的知识教育了2个儿子。10多年以后，结果是2个儿子，一个培养到了哈佛医学院，一个培养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而且在同时，她把她老公那么点的小资本重新整合了一下，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商。这个是由于她的成功案例在当地引起了很多的重视。然后呢，当她55岁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公立学校把她聘为了校长。她突然间在她50岁的时候，又圆了她曾经从小想当教师的梦。但是这么10多年，她的母亲一直没有原谅她，就是觉得她浪费了。但最后，她用她的生活经历告诉了她母亲：“我没有浪费，我实现了我的梦想，只是你要给我时间，我要做我的事情。”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姐姐。当时之前我也看她站在我妈妈旁边，也觉得我姐姐浪费了，但现在她觉得我没有浪费。所以她的选择，恰恰告诉我，她所有的知识储备全花在点儿上了。她觉得那么一个跨国公司需要我这么一个高级主管吗？但我的家庭，我的未来需要我自己。这个不是自私，而是明白清楚。所以说，我觉得高智商女人做全职太太，她一点儿都没浪费。每一个家庭有这么高的质量的话，咱们别再空着喊的社会和谐，不用了。因为你所传述的全是对的，而且一切决定兴趣在于他选的喜不喜欢。他如果是被动的，那太浪费了；他如果是主动的，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是升值的。我说完了。现在是52比48，康永哥，我继续说好不好？好啊。那我想说，好像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个教育话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政府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应该找到最聪明、最牛的人去管这件事情。受教育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对自己的责任，甚至都不是责任，它应该回归到兴趣，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特别信一句话，叫做什么是你的教育成果？当你完成教育过程，把所学全忘了的时候，剩下的是教育成果。你今天还记得你所学专业教你的那些东西吗？但是你记得很多教育成果。你今天成为你，是那个成果在起作用。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我觉得受教育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别把它当成你人生的唯一的一个出口和一条路。如果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你选择的那个专业就更没那么严重。你们都喜欢英国的一个演员叫 Mr. Bean， 据说他是学物理的，但是他是好演员。还有另外一个最近演那什么黑天鹅的那个，好像也是个学什么的啊？对，他们被浪费了吗？我觉得他们进了研究所，我不管他怎么想，对我来说是浪费了。我太喜欢 Mr. Bean 了，所以浪费这件事儿，它有大小尺度的客观标准。
小尺度上，就是麦当劳吃了一半扔河里是浪费，这张纸我没有正反面打印是浪费，和小尺度上的时间，今天下午我没去成，没赶上我要去的那个事儿，好像我浪费了我的计划。在人生的大尺度上，没有浪费这个概念。我们经常会说，我跟那个人谈了3年恋爱，结果他是个王八蛋。回想起来，我人生是浪费的。但你知道那3年，你怎么假设你的人生没有那3年？你怎么假设你的人生不会浪费在另外一个王八蛋身上？你还常说我找了一份烂工作，那是个烂公司。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了4年，我是浪费了我的4年。你怎么知道？所以在人生尺度上，没有浪费这件事儿。如果人生没有浪费，我们怎么说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呢？在这个尺度上，不是浪费，甚至浪费这2个字无从谈起。我说完了。还呢？当过备胎，你若安好我备胎到老。普遍选拔重点培养呗，这样。我觉得当然要找备胎啊，因为你看像我这种人，如果我不找，我就会变成别人的备胎。一个男人已经够烦了，能不能给我打马赛克？谁光着脚买新鞋？备胎一定要有呀，因为人一辈子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呀。如果这个男的，你现在这男的不靠谱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如果他很对你实心实意，然后可以奔着结婚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了吧。不想有空窗期呗。天哪，这怎么打法？这完蛋了，有问题吗？没有，因为他们3个人都是比较柔弱型的，就是都是可爱型的。然后我们如果攻击性过强的话，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欺负他，所以这一段一定要录上，一定要录上，而且一定要给我剪出来。这样的，我们觉得其实今天嘛，万一我们开始掉票了，也不用怕，因为反正也大。我们每开始掉票的时候，他就解开一颗纽扣。我觉得我已经解的已经没有什么扣子可以解了。还有七夕呢？对，七夕怎么办？七夕啊，对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到他们3遍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发动七夕。发动七夕的时候，2遍应该是颜如晶同学。哎，你觉得他会说什么吃的段子？我今天绝对不会说吃。好，今天换一下，我们说喝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来，说到喝的，大家一起来喝一杯呀。好，题目出来了，恋爱中要不要有备胎？我要先跟柳岩讨论一下。哎，柳岩，你心中的备胎是什么样的人？备胎就是备着以后肯定会用的吧？以后肯定会用。那么这之前用过没有？就没用过，没用过，因为是备着的嘛。对，就像那车轱辘后面那个备胎似的，它就是备着，它有可能永远也不可能下地，但是它有一天要用就可能要用。所以它是个新胎。对，是意思吧？备胎应该是新胎，备胎是新胎，备胎肯定不是旧胎。也就是所以备胎不是小三儿。不是小三儿，而且不能而且它没有攻击性，它没有侵略性。所以有几个边界，第一是它不是小三儿，你不能跟它有任何关系，或者不能有过任何关系，它是新胎，一条新胎。第二是它跟你是一种暧昧，但并不能介入你的生活，是这意思吗？就反正直接讲不能有肉体的关系，因为那就是你怎么出轨了。这么直接啊？这我们的节目不就是直接的吗？要不然又说我是绿茶。你下期还来吗？你干脆拿哪一期来吧？对，就是好，我们基本上界定清楚了备胎。我们辩论双方，我们2位团长对备胎这个事儿，因为你们的年纪，我没办法。作为90后，我只能提醒你们一下，备胎是什么，是吧？有没有人不了解备胎是什么的？我跟柳岩刚才已经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全场100位观众，请选择你们的立场。红键正方，蓝键反方，请选择。第2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真的假的？你的选择不被记录在案，我们也没有办法根据这个给你家里面发去一封邮件，所以请摸着良心，真实的做一个选择。马东啊，哎，
我怀疑观众当中有情侣档一起来的，有压力。哎，这个观众当中情侣一起来的，请举举手。有夫妻啊，夫妻来的有啊。夫妻来的，哎，请你们俩坐开一下这个。对，因为反正这期节目完了以后，你们也会分手的。好，我们观众选择完了，67位观众选择不要备胎。2位团长做什么选择呢？可简单，我肯定是不要备胎的，因为我的经验，我这么多年谈了这么多恋爱，从来没有备胎的。我每次爱情我都是飞蛾扑火，完我又涅槃重生。你是不是备胎？你是烧胎烧得太厉害了，就是啊，根本不需要备，把它胎全给烧没了。快速磨平，你是，所以新胎对你来说也不太经用，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个，所以金星老师选择的是不要备胎，不要备胎，反方。蔡团长呢？那我就跟他作对，我要备胎。我们摸着良心说话，我们摸着良心说话，要。我的良心就这么点儿。有人让着我了，每次我自己选了，他就让着我。本来就跟我观点一样，他就跑那边去了。你是个母亲，你还要教育孩子，所以你三观要正一点。好，那我们现场6位选手坐在前排的6位哈，自然选择是吧？没有栏目组的人拿枪拿刀逼着你们选择了这个立场，我能这么说吗？颜如晶，你有没有搞错地方？颜如晶，你还没装轮胎呢，你就要备胎。得跟大家瞎起什么哄啊你？对呀，你见过一个没出厂的车先生产备胎的吗？好吧，你真心的要在这边吗？好的，来，既然双方的自然选择没有任何胁迫，我们也就放心了。让我们开始这一轮的辩论。首先是正方只有33票，所以更具攻击性。谁先说？我先吧。我们讨论今天这个题目之前，大家这么多人为什么觉得不要备胎？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备胎这个定义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摸着自己的良心，也就是左胸的位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谈完恋爱之后，我可不可以有异性朋友？应该是可以的吧？这什么年代了？那第二，这些异性朋友里面，能不能有一些我觉得还挺顺眼的？这也很正常。我看他不顺眼，我怎么可能跟他做朋友，对不对？我这人不可能口味刁钻到我女朋友是林志玲，但是我其他女性朋友全部都是凤姐，这很奇怪嘛。那 OK， 第3点，这些我看起来还蛮顺眼的异性朋友里面，允不允许他们对我也挺有好感的？这件事情你管不着，你看到没有？如果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的话，那这个你还挺喜欢，他也对你挺有好感的人是什么？就是备胎咯。所以备胎其实他不是奸夫淫妇，也不是小三，备胎的准入门槛，他的行业资格是非常低的。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如果我没有跟现任在一起的话，我会去搞不好考虑一下跟他在一起试试看的。如果你环顾你的朋友圈，居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那你为人未免有点太失败吧？居然奇葩到除了你男朋友，没有人喜欢你。OK， 那不准有备胎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也就是我今天不允许你对其他人有好感，我也不允许别人对你有好感，所以会怎么样？你的朋友圈里面异性朋友除了我，其他人都要是歪瓜裂枣。你跟吴彦祖谈了恋爱，你剩下来的男性朋友选择范围大概就只有王宝强。如果你跟王宝强谈了恋爱，你不能有男性朋友，你懂吗？我们会希望你是白雪公主，什么意思？你的男性朋友除了白马王子，就只有7个小矮人，差距非常悬殊。但是大家看见了没有？在你极力去排斥备胎，要求对方不可以跟任何有好感的人产生接触的时候，你实际上要求什么？你的伴侣必须对他每谈一次恋爱，就对他的朋友圈做出一次大清洗。曾经相熟相知过的那些朋友啊，什么同事呀、学姐啊、学妹啊，不好意思，从我谈恋爱的那天开始，你们当我已经死掉了好了。我最好是从此浪迹天涯，居无定所，这样子不会跟任何人产生长久的感情接触，这样的最安全。可是大家想清楚一件事情，我谈恋爱跟你在一起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是我众多选择对象中挑到最好的那一个，而不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选择对象。而当你要求我斩尽所有的备胎，只能你是唯一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自己否认自己的优秀，你知道吗？
你要我为了你这一棵树砍尽整片森林，可是你不愿意相信你是我茫茫林海中精心挑选的那一颗。你要我为了你这一滴水淘干所有的海洋，可是你拒绝相信你是我弱水三千里面情有独钟的那一瓢。这又是何必呢？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好的爱能够让你透过对方去看到整个世界，但是不好的爱是怎么样的？是给了你整个世界，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张双人床。我们没有必要活得这么狭隘，备胎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我们平常心对待就好。谢谢。哇！胡天乙刚才咔，这个逻辑非常之严密哈，我们看看反方谁先来？太严密了，开玩笑。不是我说他。首先第一点要讲了啊，我非常恨这个辩题。今天讨论这个辩题是为什么呢？要不要有备胎？开玩笑，我们这种连正胎也没有，真的是。你们有没有怪胎？你们这种还跟我说要不要有备胎，这叫浪费资源，你知道吗？好，回归正题。好，什么车才需要备胎啊？破车。什么人需要备选？烂人。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部车它为什么有备胎，它没有备大头灯，它没有备方向盘，它什么都备，只备备胎呢？因为那个胎的危险系数最高，对不对？容易爆。你的伴侣是多容易爆啊，充气的。最近有些感悟啊，就其实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谈恋爱了，突然来这个题，我一下有点。有多久？有3年没谈恋爱了，空窗了3年，所以还要再说一点啊，就3年也没什么嘛，对吧？啊，咱们继续。该堵的堵住了。前2天刚刚查了卵巢排卵量好的很的，告诉你，老子棒着呢。是块绝对不是盐碱地，我告诉大家。没见过老子能排卵的。来跟我这块田，我觉得让你轻轻松松的上路，你们放心啊。好，我们来谈个耗损量的问题啊。很多人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有备胎？当你有了备胎之后，你很多思想就会产生了变化。就像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没有第2次选择了。我要死的话，我就真死了。我的哈利路亚，我要见上帝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有第2次活下去的机会的话，我会怎么样？打个比方，我要有备胎了，是不是？那我就开这个踩刹车，拼死老命的踩啊！我要这耗损量算什么呀？好好的耗，给我好好的开。放心好了，你磨坏了，抓地力不差了，我把你换了，我还有个备胎。谈恋爱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我有备胎呀，我怕什么呀？我跟你拼着老命的吵，告诉你，我就看你能不能忍受我，看你到底有多爱我。你不够爱我，能给我忍着。你走就好了，拉倒，才能老子有备胎。我告诉你，有本事你走呀你走。但是我现在没有备胎了，我只有正胎一个，他要真走了，老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哎呀，我的天哪，终于有人出现了，我得好好珍惜他，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耗损量的问题。当你有了备胎之后，你的耗损量会增加很多，因为你不担心了，不担心他会报废了，不担心他会离开你了。这种爱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第二，我要讲一件事情。提醒这各位在电视机前做备胎的，还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不得了，我好伟大。为了爱情，我默默的守候，我活好还不粘人。你男朋友出现了，老子还得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哎，不说了，我男朋友回来了啊，就这样，啪，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发2个信息，么么哒，傻不傻呀？你说？哦，你爱他，他爱他，你说他瞎你也瞎，你俩大傻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做别人世界里的备胎。像我是拍戏的，我是个演员，我要做女主角，看着我的脸都像配角，是不是？但是告诉你，有一天我就能做成女主角。还有那些电视机前的特别棒的备胎们，别找他们那些烂人啊，来找范甜甜做我世界里的真胎。谢谢大家。哇，甜甜太精彩了，尤其是要当女主角的这个，真的是哎呀。
看得我这个眼泪都下来了，不是太好。这个我特别同情那个导演，真的啊，真的是他瞎你也瞎，你俩瞎。好吧，我觉得。我觉得对这样的这么一个烧胎的人，咱们也别打断，来继续吧，谁来？那下一个前来送死啊！我。接在甜甜姐后面压力特别大啊，但是那个我就接着你说这个备胎之路吧，我从备胎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你也当过备胎啊？对。我当过备胎，我当过备胎。哦，什么车？特好的一辆车啊，好车。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不觉得我傻，也不觉得我瞎，但是我当时做备胎做的还挺开心的。中国好备胎嘛？对，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有说，很多人觉得有备胎对备胎很不公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关系还行，我一直都挺喜欢他的，但是我没有跟他说过我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说了之后就会破坏我们的友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也就很正常，她交了一个男朋友。可是我还是喜欢他，因为这个感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我能控制就是我不去破坏你现在的感情，我不去做你的小三，但是我没办法控制我对你的喜欢，我就是放不下你。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曾经是好朋友，甚至有点暧昧，然后我特别喜欢你，所以你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说我不再能跟你做朋友了。我不要你当备胎，这对于我来说非常残忍，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放下你。我很感谢他当时让我做他的备胎，我特别感谢他，因为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做了他的备胎，完成了我对他在爱情上的寄托和渴望。然后《Hunger Game》饥饿游戏里面有句话叫 "Hope is a powerful thing"， 就是希望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其实人活着就是一个盼头，一个念想。一小部分的我自己，我是觉得有一天我可能会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盼头支撑我过了那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我现在回头看是甜蜜的，我当时也挺开心的。你可能会说这样的爱情很嗟来之食，很贱，那我能说的就是我当时就是贱，特别贱，随叫随到。但是大家没见过吗？大家没见过吗？我觉得每个人都见过。对不对？而且我们哪个人没有谈过一个爱情大过于自尊的恋爱？这是我们爱情上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公平，一个愿打愿挨的事情。而且作为一个备胎，咱们都做过啊。Deep down， 内心深处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他不太会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备胎。我知道他不会跟我在一起，但这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你能给我的不多，但是你能给我的那一点我都要，对不对？因为我就希望你不要让我离开你，你让我在你的生命里，我就想默默喜欢你，我想看着你。就像那些年里面有句台词叫“请你，拜托你不要现在拒绝我，请让我继续喜欢你”，就这样。行，还想过不去，还想过不去。应该是技术问题啊。一个女孩子听到这样的骚浪贱的表达之后啊，对，她咬自己的下嘴唇，这个是什么？你咬一个。一般就是小鹿乱撞。我跟你讲，她刚才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前排。一个穿黄衣服的，现在正在低头看手机的女孩，一直咬嘴唇，一直在咬下嘴唇。来，我们的摄像老师给她一个特写。肯定是激动了。一直在咬下嘴唇，这种咬完左边咬右边。这不好久了，凡也给我们分析了一下他作为备胎的心路历程，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也关你什么事儿？我也非常的心疼。我知道他获得这么多票，其实大家是为他而心疼的。如果你的那位不把你作为他的备胎，你成为了他的正室，这该有多好，是不是？这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还是很心疼你，所以我选择叛变。我选择叛变。
呀，我选择了叛变，我太被他们打动了。你讲，你为什么要挡住我的镜头？来嘛，像我们这样比较自信的名媛，一般不甘于寂寞，所以我们需要爱情的滋润。但是我们道德又非常的高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做劈腿的事情。这个时候，备胎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4位名媛告诉大家要有备胎，这只是个世界观，还没有给大家方法论。方法论是什么？我们要养胎。什么叫做养胎？你要让那些备胎们认为朋友有余，恋人未满。具体来讲，我可以跟你们在座各位说晚安，我要跟我备胎们说什么？说我睡不着。我可以跟你说我最近又胖了，但是我要跟我备胎说什么？我还是有点饿，对不对？我可以跟你们说家里面比较忙了，我跟备胎说什么？说他这周应该是回不来。对吧？这是我们养胎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永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原则的人，绝对不会和备胎上床。我们不和备胎上床，但是要让备胎误以为能和我到地老天荒，对不对？所以，哎呀，你们对面实在是非常的2位蠢货，你们居然选择不要备胎，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种心境。你不要过于埋怨我嘛。我们虽然身在曹营，我们心在齐楚燕赵韩魏秦，不过这无所谓，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活得名媛一点。但就在这条通往名媛之路上，我发现了一些什么？我必须不得不抛弃一些曾经的束缚我的所谓的传统的观念、古老的观念，因为他们阻挡着我。感情里面出现了问题，最好不要解决。我甚至巴不得这个感情里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大，好给我1号备胎以新的希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养胎的时候，伤的是谁？好，你就是你那位同学，你作为我的女朋友，你知道了我经营备胎的这些心事之后，你还会那么爱我吗？你不会，对不对？你不会，你抓紧走，因为我还有很多备胎等着我去爱。你会，那你太可悲了。但是请各位放心，备胎的这一说，我永远不会让你们作为我男朋友或女朋友的人知道，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这些东西你已经在我枕边睡着，而他们都是我以上日日夜夜思前想后经营的爱情成功学。所以我会动用一切奇技淫巧，让你对此一无所知。睡吧，我的宝贝儿。你又回来了是吗？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站在对方。他就是过去，他就是过来污蔑一下这边的人，再回去是吧？泼脏水的。有齐溪吗？有齐溪吗？来，这个胡天宇，这个齐溪，姜思达请起立。对。所以在你看来，小三和备胎就是在于有睡没睡的区别，是吗？所以你的心里面其实爱的那个是备胎，不是主胎。都爱博爱，这是你们倡导的价值。不，并不是。我们说的是，我最爱我男朋友，爱他，但是我可能也对其他人有好感，对，最爱，然后次爱，然后次爱，对不对？问题在于，爱可以有一个人，但是喜欢可以喜欢很多个，对不对？喜欢和爱你自己如果没有对，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备胎要爱呢？我爱的是我男朋友，不是备胎。如果备胎我也爱的话，请问小三和备胎有什么区别？你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没有必要养这个胎，对不对？不，思达，如果照你的说法，小三和备胎只是睡和没睡之间的区别，那么今天一个阳痿的人，他就只有备胎，没有小三，因为他永远都睡不到小三嘛，对不对？对，也许这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即便他阳痿，我也和他在一起，愿意成为他的备胎，这是可悲的地方。对，所以思达这个时候，这个关系不是备胎和主胎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嘛？亲爱的，大郎一死，我就跟你在一起，是要奸夫淫妇，这哪里叫备胎呢？不，备胎是什么？备胎是主胎坏了之后，我把备胎换掉。对，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听我说完，或者我认为主胎已经有问题的时候，我不要解决主胎的问题，直接把备胎换上，明白吗？不，如果主胎的问题已经大到不可以修了，那换掉也是很正常嘛。为什么一直要用一个坏了的主胎？但问题在于区别在哪里？我不会主动戳爆主胎，把我的备胎给换上嘛。对。但是按照你的说法，刚刚你在陈词里面也提到了，我最好是希望主胎问题出的越来越大越好，这样我可以跟备胎在一起。这是什么？这还是西门庆和潘金莲？不对，主胎出现问题之后，我和这个人分手。我镇定，我思前想后，我再考虑新的恋情。为什么在和这个恋情当中，我必须重叠？也没有问题啊。重叠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有问题啊。一个备胎是我已经认识的人，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之后，好的，谢谢。
请坐，请坐。我们终于从一个严肃的辩论进入到了人身攻击的环节。哎，我太喜欢这样。我就是有一点困惑啊，就是刚才对，就是你在举例的时候，一会儿2次男朋友2次女朋友，对，2个就是为什么你两边轮胎的规格不一样？就是刚才他们两个就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机关枪一样的这种互扫。没有，通常我们叫撕。我们这一期最后选出来的是好的，是 BB King 还是撕 B King？ 你还是很适合这个节目。是刚才这2个人争论的重点就是，对方是阴谋论，他们觉得你们有备胎是你们养好的，然后准备要，然后你们这边立场觉得不可能备胎是自然而然存在，一定是苦心经营才有的嘛，是不是？好，我就是界定一下我们刚才撕的那个过程要撕什么事情。好的，如婷，你请。其实很简单嘛，刚才我是觉得很简单啦，虽然说得很快，刚才世达讲的是一个养胎的过程嘛，其实所谓的养胎，我真心的觉得，如果它是一个备胎，是不需要养的。我没有一个人会保养自己车的备胎的，我们只会保养自己车的正胎嘛。备胎它自己坏了，它反正都是背着的，就算了吧，对不对？那干嘛去保养呢？所以世达问题很容易解决，那甜甜姐的问题更容易解决。甜甜姐讲的很简单，她说如果你有备胎，你就会拼命耗损你的正胎，因为你有备着嘛，这样你就不用怕去耗损你的备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什么叫做没有第二个选择？如果一个人的一段恋情是没有第二个选择的话，对那一段恋情来讲，其实才是极度危险的。本来我是说好今天绝对不用吃的例子，但是我现在还是想讲一下。跟谁说好啊？我怎么不知道？我跟我自己说好，因为你们每天都讲我是吃货，本来是想证明一下我不是的。你瘦了，谢谢。讲到哪里？讲到吃货，对我就是一个吃货。那吃货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肯定有。这样我也还是一个挑食的吃货，我不吃牛肉，不吃鱼肉，不吃羊肉，这些都不吃。但是我最爱吃的是鸡肉。这样如果没有鸡肉吃，我把鸡肉当成我最爱而且唯一爱吃的食物的话，如果今天发现没有鸡怎么办？去到一个餐厅没有鸡，那个老板讲我们餐厅不卖鸡，我是想把那个老板给杀掉的，因为他让我没有吃饭的选择了，因为鸡是我唯一的最爱，是不是？但是对我来说，怎么可能只爱鸡？没有鸡，开什么玩笑？不吃换猪喽。我们可以吃猪肉，那是我第2个喜欢的东西。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2、3、4、5个选择的。你当初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没经历过，但是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选男朋友的时候是有3、4个对象的，你在3、4个对象里面选了一个最喜欢的，但其他的是你的第2个选择、第3个选择、第4个选择，那些就是你的备胎啊。指我干嘛？那些就是你的备胎啊，对不对？其他的选择是你的备胎。如果你让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段恋情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就好像当初我发现那个餐厅没有鸡那样的情况。所以这时候，如果我男朋友打我，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了，我忍哦。他对我不好，我没有其他选择了，他是我唯一的选择。就好像当初的杨过跟小龙女，小龙女是他唯一的选择，小龙女去世他只有一个雕。雕，医生，你是我真的刚才惊到了。跟我念，狂拽炫酷雕炸天。狂拽炫酷雕炸天，对，我已经学坏了。没有，我只是拼音比较不好而已，发音。所以你看，社会案件就是这样子来的，他们没有第2个选择，所以他们分手过后不是推别人下楼，就自己跳下楼。他们不是捅别人一刀，就是捅自己一刀，这就是没有第2选择。
所以我们讲可以有最爱，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唯一的爱。只有唯一的爱，不让自己有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没有备胎，我们很容易走向极端。不可以有没有替代的东西，任何东西要留一个替代的东西。有一句话很简单，叫做“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就是说不要，不简单。为什么笑？这句是对的，这是对的，对。我们每一次劝这一些想跳楼、想自杀的人，劝他们这一句话，就告诉你还有很多芳草，让自己有第三、第四个选择，不要走向极端的练习。谢谢。啊，秋晨，你选择极细吗？是。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吧，作为一个职业的吃货，一个美食家，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你去到一个餐厅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菜单，不知道他们符不符合你的口味。你会不会打包其他店的饮食去那家店？就我带着我的猪肉便当去一个可能会没有鸡的店，对吗？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就要这样是吧？是啊。你偏要这样是吧？是这样。你偏要这样？我怕我饿吗？可以吧？不行吧？秋晨，可以。失败吗？今天咱们说的呢，其实不是说你有备胎应该被判刑，对吧？如果你真的说我就要这样，我偏要这样，而且这家店疼你，你的男朋友拿你没办法，看你养这么多备胎，没问题。你真像如今一样可爱，你干这个事儿没办法。可是这个事儿不应该。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你知道，就好像进一家店门口一样，谈恋爱其实门口也是有一个标志的，叫做其他酒店的饮食不可以打包带进来，不要在店里面吃，但是要准备着。可是这个东西会影响你的心情。它的味道会影响你的味觉，它会影响你品尝这道美食。爱情是应该好好享受的，你在这个时候分心一点点都是不对的。还是养胎嘛，不用养啊，就那肉给它坏，但是就是要备着，避免饿。你就是饿嘛！得啊，没问题。他们两个一个是选择吃，一个是选择以被饿死。其实秋晨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最好吃。对，我们讲的它最好吃，当然有最好吃的状态，最好的寿司，我会品尝最好的寿司。对。但万一它完全没有寿司，或是没有鸡肉寿司的时候，你可以离开这家店，去另外一家店。鸡肉寿司，你要把日本人气死。好的，明白了。累死我了！你是想吃顿好饭，他是怕被饿死，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啊，好吧？明白好。正方3位都完了，反方啊，你现在还有力气吗？拖着我的病躯啊！好，他每次七夕都碰到无法沟通的对象。他是不生孩子，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买那个锅的时候，我还可以买一条裙子。跟他说不清楚。好，没事儿。没事儿，那其实呢，今天跟对方很简单，大家看出来了哈。最大一个分野，什么叫做备胎？他们说，只要那个人喜欢你，那个人就自动成为你的备胎。可是，轮胎厂里那么多轮胎，你也是可以用的，每一个轮胎都是你家的备胎呀。不，你家后盖箱里面那个备胎，才是你的备胎。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样对待你自己的备胎的？你怎么样对待？你通常把它买回家是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以前喜欢你，你要长期维系他这样的喜欢，你也是要花功夫的。你怎么对待你汽车的备胎？那当然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买回来往那个后盖箱里面放，让它蒙尘，让它暗无天日，3个月不理它，拿出来吹一口气就能用。可是你对人类的备胎，你能这样？哪一个人类愿意被你压箱底那么长的时间拿出来吹口气就可以用啊？除非你说的备胎啊，反野啊，反野可以，可以啊，是充气娃娃。对了，充气娃娃。对了，所以经营一个备胎，人类的备胎，我不是说汽车的备胎，你是一定要花功夫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养胎，这是个技术活，是要花费功夫，会很累的。所以它会让你的恋爱成本更高，风险更大。以前呢，你可能吃1个人的醋，那现在你可能要吃2个人的醋。
以前你只要维系1段关系就可以了，现在你要维系2段，甚至3段、4段、7、8段关系，而且他们这些关系之间是互斥的。你一个不小心啊，所有人都跟你跑光，一个胎都没有，得不偿失啊。所以我给大家的解决方案非常的简单，不要害怕。有什么好怕的呢？不就是一个短短的或者长长的空窗期吗？会死吗？你们有谁是生出来的时候就自带伴侣的？谁没有单身过10几年啊？以前怎么过，现在就怎么过，有什么好找备胎的？而且啊，那些真的害怕单身的人，哎呀，我是病区啊，能不能？那些真的很害怕单身，一点点空窗期都不能忍受，一定要备胎立刻顶上那些人啊，其实活得很可悲。你想想看，他所有的肯定都来自于其他人，他所有的陪伴，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特别的孤单。他心里面有个巨大的空洞，一定要别人去填补。可是爱情不是补窟窿啊！各位，你要知道，有了这个备胎之后，其实你的生活一点都不会变好，而你只要放下你对分手、对空窗的这份恐惧，其实你会过得更好。用那些时间，用你养胎的那些时间，去陪伴那些你曾经因为恋爱而疏远的家人和朋友，用你养胎的这些经历，去追寻那些你因为恋爱可能不小心一时半会儿放下来的梦想和兴趣。到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人在下一个转角处遇到一个更加好的陪伴你的人。谢谢。好。经过双方选手6轮胎动之后，我们现在进入自由打胎环节。谁先说？来，陈明。就听到这里，因为我是这个室外的角度嘛，就我一直在后排的角度，我听得很清楚，对方是一种把每天都当成末日来相爱的价值观，是一条不留退路的价值观，是一条每一次都燃尽全身的爱情观。所有的路如果不留退路，真的走到最后，有的时候你很难避免粉身碎骨、焚身的那一刻。备胎这件事伤害谁了？我想不明白。我老婆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男性，也非常喜欢她。我有时候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他的身上很多时候就能真真切切实实的照到我真正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才是我未来修正自己的方向。而站在我老婆的角度，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我老婆来讲是一个空间，是一方净土。爱情有的时候不给上，我知道甜甜你那种价值观，你这种爱情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他们是没有余地的，是没有空间的，是彻彻底底生命与生命的融合。为什么说他不留退路？就是在爱情中总有磕磕碰碰。其实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矛盾冲突，但是那些备胎的在，他心里那些预留的小空间在，我知道他有那些空间，我也愿意留给他空间，这是我们感情的缓冲带。而对于真正的那些备胎而言，我们俩不过是给予他们去爱一个人的自由，他要的就是一份自由啊。如果说备胎这件事情在这个感情当中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说不。关键你太太也那么认为吗？如果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告诉你，我经常有时候会跟我太太聊啊，然后他就我说会，比如说你到底你对他喜不喜欢吗？对呀，他说其实有好感的。好感的，如果是你要对我不好的，我可以跟你离婚，跟他结婚的。他会这样讲的。他会这么说的吗？对，他说你要对我好一点的，所以我就会对他好啊。这有什么问题呢？特别简单一个东西来验证你讲的对不对？把他和他老婆的角色调换一下，想想，大家想想，是不是？来，你在学校里也肯定有很多仰慕者，我们知道陈明老师在学校有很多仰慕者。很多仰慕者，对，知道。你老婆问你，那些人是你的备胎吗？我老婆问过。你敢说？我老婆问过，她问的时候我是这么讲的。我说如果你非要告诉我一辈子当中一个男人爱且仅爱一个人，是不可能的。直接回答问题，那些仰慕者是不是你备胎？你老婆问你，那些人是不是你备胎？说。他们身上有很多我感兴趣的地方。说。是不是？是不是？爱情当中，爱情从来不是怕备胎，爱情只是怕失衡。爱情不是怕一个人有备胎，爱情只是怕一个人有而一个人没有。一个平衡的爱情才是稳定的爱情。好，没问题。客观来讲啊，三角恋才是最好的恋爱，对，不三角最稳定嘛，结构。不，请坐。好，我先坐，我先坐。我来补一下，我来补吧。我们先解决一下，
我们这边价值观过分奔放的问题。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要同时展开很多角关系。我们这一方真正的立场是什么？是你想做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美食家，想要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餐厅，想要爱你最想爱的那个人，有时候他需要排队。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一眼就看上的那个人，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个人，他有伴侣，他情字一关过不去，别家餐厅吃不下，怎么办？排队等号了。你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隔壁麦当劳没空吗？7-Eleven 吃了三明治，今天晚上会死吗？你不是老老实实在那里等位？因为这家餐厅我最爱，所以我们这边倡导的一点都不是混乱的、疯狂的、多元的那种所谓的多角关系，不是，是当人生有一瞬间，你就是想不开的时候，我就得吃一家餐厅的时候，我要不要等位？然后我在等位的时候，我害了谁？我没有进去抢位，我没有准备上去做小三。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着急，你最着急的时候会问什么？我前面还有几张台。这种人有什么可抨击的？花絮。好，薇薇姐，你们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攻击备胎。备胎任何人都有爱的卑微的时候，我们攻击的是那个明知道你是我的备胎，我还反复给你信号，并且永远不让你上位的人。什么意思？你在等你的位置，但是我就告诉你，你前面有一个了，等着不要走。然后你刚想走的时候，别走，前面就有一个了。这种店我们抨击的是不良商家，而不是你这个等位的人。对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为什么不要留备胎。讲一个最悲惨的备胎的故事，刚 girl 消失的爱人，死在床上的那个人是他的万年备胎，说明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你当人看，你就是他过渡时期的一块跳板。备胎这个词，它从它的字面意义上来看，就是把你物化，把你当成一个东西在用。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呢？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会痛、会哭、会闹的人呢？没有吧？他永远给你一个可能上位、可能马上就要吃到你最爱的饭的那个希望，但是从来不让你这个希望落实。这个过程是对你感情的折磨，所以我说这种人是人渣，而不是批评你太犯贱。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立场站在一个什么地方？问题出现去解决问题，能陪你跑一路的胎就陪你跑一路，能补补的就补补，不要说换就换。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爱情当中最需要的，而不是换人的能力。漂亮，漂亮。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的不要是去逃避，不要去更换，而是弥补你们的关系。对。张妮，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备胎这种东西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看韩剧，韩剧里边有一种角色一定会有，就是万能的男2号，他非常完美，然后非常英俊，非常有钱，满足你所有需求，符合一切世俗标准，但他恰恰不是女主角会选择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他符合女主角所有的他所需要的，但并不是他所想要的。男1号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备胎越优秀，越衬托出你所爱的人更优秀、更完美。正是有备胎那套参照，你才会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我想这才是备胎在存在的意义。我其实还有一个事儿，但是现在没想好说不说。那你想想。我现在觉得我正在做一个备胎，然后我好，说吧，这个是可以说了。我觉得我正在做一个备胎，然后我觉得我有点心疼自己，但是没有办法，就像樊爷所说的，当一个人那么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光芒万丈，你根本不在乎他现在有没有什么别的，反正我也不和他发生什么关系，喜欢他就够了嘛。哪天就神仙天使眷顾我了，照耀到我身上了，我就从地上作为一个小蘑菇，就是破土而出，发展成参天大树了。期待着有这样的一天。他是你的备胎吗？但是不，反正也不是吗？但是吓死我了。但是我不希望他这样做，我不希望他要我这个备胎，我希望他老老实实给我一个答案。
现在你到底是拿我当一个朋友，还是未来某天真的会和我在一起？我不想一直围在你身边，陪着你这辆行驶的车，作为一个孤独的备胎，跟着一起转。就这样。好吧，我们听听双方团长。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经常飞蛾扑火，但我投进去了以后，这个爱情结束了以后没问题，我清醒说，哎呀，我学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有备胎的人，他永远在爱情不会毕业的。他永在小学1年级、2年级转来转去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投入过。说我觉得用备胎、用车来比都不是特别准确。爱情是个特殊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的责任心，就很多人都不负这个责任的。爱情是双方一定要付出才会产生爱情。如果是我算好了，咱走着看，如果不行，我那边还有的话，我觉得这不是爱情，这只是过程。你的情感需要填个空而已。那当然，开始的时候，议长大人问我站在哪一边的时候，我说我站在这一边。当时我跟马东开个玩笑说我的良心就这么一点点，这个纯粹是玩笑话。我认为这件事情跟良心大小没有关系。我认为那一边的辩友把这边的人高估了，也妖魔化了。就你们把他们讲得像爱情里面的诸葛亮一样，算来算去，然后这边这支部队不成，那支部队过去打，然后这边打不过，那边再补上，这不是这么回事。我之所以有勇气站在这边，是因为谈恋爱的人很脆弱，世界上的人应该温柔相待。你要拒绝爱这件事情，对于爱你的人很残忍。所以呢，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啊，我没有判断过说贾宝玉跟林黛玉跟薛宝钗谁对谁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们的故事很动人，人生几乎如此，充满无可奈何。我们不觉得他娶了薛宝钗对或错，舍弃林黛玉对或错，我们就知道爱情就是这么回事情。大家在里面盲目的生存，找一条生路。什么是备胎呢？备胎无非就是在我要谈恋爱那个当下，没有赶上那个巧合的时刻，所以我没跟他恋爱。可是他身上具有一些品质是我喜欢的。爱的力量这么庞大，爱又这么盲目，爱是盲目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座2队的人全部都同意。当你是在一个盲目的状况中摸索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知道说我是诸葛亮，老子抓住现在这个就是对的，是正胎，剩下的人呢都不值得爱。我们就是犹豫不决，我们就是觉得哎，薛宝钗我也爱，林黛玉我也爱，我怎么办呢？我此刻跟薛宝钗在一起，可是我还是怀念林黛玉的。所以我是出于恋爱中的人是脆弱的人，是摸索的人，而觉得恋爱中可以容许备胎的存在。那大家不要把说可以的人当成是妖怪，当成是计谋甚高的谋略家来看待。我认为如果我们对爱的脆弱跟世人的温柔都有期待的话，备胎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解释而已。所以我们不是站在得意的立场说有备胎好厉害，我们的立场是我就是拒绝不了这些可能存在的爱。谈恋爱为什么要投入呢？我曾经为了我第一个爱情放弃了舞蹈，我都从纽约放弃纽约，到那个德克萨斯去了。我当牛仔，跟着陪一个牛仔放牛放了3个月，你能想象吗？以前在国内看大片看太多了，就觉得你要找个牛仔。对，我真去找了个牛仔，我找了个牛仔完全不那么回事儿。但是那3个月完全就是投入进去了，回来以后就遍体鳞伤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谈爱情的时候真是不需要备胎，因为你要投入你才能感受到。如果你永远有个那个地方在那儿的话，你觉得你的投入度会打折扣的。这是，而且我很多有备胎的人，我觉得还是惧怕孤独的人。我不怕孤独，而且我觉得孤独是个很有质感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能享受孤独，能有孤独成为朋友的话，我告诉你，3年、10年都没问题。哎，别！丁老师这个刚刚讲的真的很有趣啊。那我再讲补一个小点就好了，就是我认为那个既然是备胎啊，他随时可以走的。
它不应该被困住啊，所以没有养胎这件事。对，就是当我们的车胎爆掉，我们换一个轮胎的时候，那个备胎坏掉了，我们换上去才发现，我们也要认命，就是备胎有备胎的生活方式。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座有多少人自认当过备胎，我们都设过一个停损点，就是我等你3个月吧，我等你1年吧，我等你到你结婚吧，我们会自己设定一个停损点，然后到那个停损点，我们知道我们吃不消了，我们这个备胎就走开了，就消失不见。所以当你有一天打开你的后车厢，发现备胎跑了，那你也要认命。就是我不觉得这边的人是邪恶到说我养胎，你不能走，不是，这些备胎各自是自由的人，他们走了就走了。所以备胎有备胎的哲学，我们也不用把备胎想成是自我委屈到完全没有人格存在的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奇葩说》这个节目选择题目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够带入所有人生活当中的矛盾或者所思所想。我们备胎的这个话题，没办法，辩论就是这样，你要不极端化，辩什么呢？所以你就要选择立场。但是大家会发现，无论是金老师还是蔡老师，关于备胎的话题所说的这种生活状况，在生活里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其实辩论虽然各有立场，但是特别好玩，就是他能用他们的智慧给我们特别多的刺激，让我们站在这儿的时候去想想，其实我也那样。然后站在那儿的时候想想，其实我也这样。也许这就是一个说话节目的说话之道，它就超越了它辩论的那一部分。但是我所说的这些都没用，因为我只听我女神的结论，对吧？来吧，李媛小姐。耳朵老师，你刚才讲的其实也是我想讲的，这是我唯一一次没有正方反方立场的一次很纠结的回答。因为很多的事情可以讨论，但爱情是没得讨论的。爱情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我们想一下，在最简单美好的爱情，现在大家很喜欢的一句诗：“选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讲的里面有2个一，强调的是爱的唯一性。爱情又是复杂的，是情绪很难控制的，所以怎么办呢？你不要觉得备胎有多可怜，有的时候就像蔡康永老师说的，备胎是有他自己的人格，有他自己的生活的。他可能对你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等了你10年，但那10年他其实也没闲着。这备胎这么多年，他可能也在自己还在找各种合适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歧视备胎，因为人人皆为备胎。所以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你是我的备胎的时候，刚好我也是你的备胎。对我们互为备胎，或者实在没有备胎的时候，仰望星空，发现上面有银备胎。大数据的时代，多么壮观！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根据您个人的观点，我们选择一个立场，是你更愿意被说服的立场吧，好吗？红蓝键，请选择。那个刘岩，劳驾你帮我，这几个字我不太认识，请帮我念一下。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感谢。谢谢。我们要感谢狂拽炫酷雕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赞助奇葩说，谢谢。这个节目是个辩论节目，本来大家都特严肃，但是发现其实在这个节目里最受欢迎的是一帮逗比，所以感谢我们的一个赞助商，一吃就变逗比的 MM 豆。来，我们看看本场结果。哇哦，不是吧？只有1个人被说动吗？1票之差也是正方获胜。备胎其实它不是奸妇淫妇，也不是小三，备胎的准入门槛，它的行业资格是非常低的。我们哪个人没有谈过一个爱情大过于自尊的恋爱？这是我们爱情上必经之路。就好像当初的杨过跟小龙女，小龙女是他唯一的选择，小龙女去世，他只有一个雕。